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5月31号的早上8点，再过一天，基本上明天开盘已经是6月了。我想说，最近也刚好比较有一点时间，就趁这个时间来更新一下我的投资账户记录。这一次是比较详细一点的更新，因为毕竟我最近频道也有蛮多新观众的，可能也不知道我目前投资组合状况到底有哪几种。我想说，就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各位细细讲一下我自己的 RV Select 可能也会再做调整。影片后面跟各位解释，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先按赞，然后订阅这个频道，把这部影片认真看下去。好了，那我们就进入电脑后面，我们开始来看。好，在电脑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我目前有3个投资组合分别都有发对应的影片。第一个组合是我的投资计划，主要说用杠杆型 ETF， 不要单纯只买 SPY， 去买3倍的 SP-XYLO， 用200只 NA 做均线的搭配，可以拿到更高的报酬。大家如果不懂，可以去看这支影片。这是我第一个投资组合，这个投资组合是在11月6号的时候开始执行，到1月12号的时候，我注册了这个Thinking Alpha，有用这个工具参考一些别人的文章，也有投了一个投组。这个投组是他们这个量化顶尖的分析师这个 Stephen Crisis 分享的投组。我有发影片是这个2026投资策略的这部影片。那我在2026年的1月10号开始了投组。那第3，我在2月6号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时间比较多，刚好有拿到什么年终奖金，我有自己选了一个RV Select 这个投组，在2026年选的这个 Top 10是这一支影片。但是在3月23号，我把这个组合砍掉了，改去投这2档股票，也有在这里面做了一些分享。这是我目前投组主要有这3个，就是 SP-XYLO、Stephen Crisis 还有这个 RV Select。我在2月6号的时候有整理投资组合分配的比例，就 RV Select 差不多是 21%，Stephen Crisis 是 30%，SP-XYLO 是 49%，主要这3个投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今年以实现损益的状况是怎么样。第一个，因为 SP-XYLO 这个杠杆轮换策略在3月23号的时候有发生了跌破200日 NA， 就可以看到这里 SPY 在这个部分是有跌破200日 NA 的。我在这里就有把股票先出清一下，后面因为有站上去，所以我有买回来，但是有卖掉，就有已实现损益。从11月6号买过来总共是多少？总共是亏了 1329.9%， 这个是目前损益的状况。第二个就是这个 RV Select， 就是0206，就2月6号我这里有选10档，后面在3月23也卖掉，转成2档，所以也有发生已实现损益。那这个组合目前是亏了$370，有一档没有卖，因为 NU 也是共同选到的，所以 NU 刚好也是我这个3月23号挑到的组合，所以这档没有卖。其他9档总共是亏了$370，具体选哪2档就在这支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这个就是目前已实现损益的状况。好，接下来来讲今年未实现损益的部分。下面就是我目前持有的股票。第一个 GOV 是因为我有贷款去放利息，会定期定额去买 SP-XYLO。其他就我目前持股的状况，但是这个不是很好看，我把它整理到 Thinking Alpha， 那我们用 Thinking Alpha 来看。好，那第一个一样是我这个 SP-XYLO 投组，在4月9号把这边站回来后，我在这条红线就把 SP-XYLO 全部买回来。目前未实现损益是4250，大概正37%左右，这个是 SP-XYLO 状况。好，那第二个组合就是这个 Stephen Crisis 的这个组合，目前是涨了 55.37%， 赚了这个4343，目前的那个 value 是11379，其中涨最多的应该目前看起来是 NU， 第2名是 AND， 接下来是 CIEN， 第4名是 COHR， 其他就比较一般。其中这个 WLDN 是因为它有变成 sell， 就把它出清了，所以这个目前是没有部位的。那出清的金额有平均分布到其他的股票上面，就如同我这个影片讲的操作一样。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未实现损益，这个就是 RV Select 2026-0302，这里我有把0206的砍掉嘛，RV Select 10档砍掉，买进哪2档 NU 跟 SanDisk， 主要目前的获利是 80.70%， 然后是6149，目前的 value 是 13766.89， 其中我在这之间这个影片后面还有讲了台积电，讲 LIT， 还有讲了 MXL， 这3档我想说我也买一点，都有个别注入$1000，这是我目前的投组的未实现损益的状况。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投资组合百分比的状况，原本是这个
21%、30%、49%、21%是这个 Always Select 5000，30%是这个 Steven Crisis 7080，SP Silo 是11665，就差不多5成左右。这是2月6号的状况。接下来呢，这个 Always Select 有注资3000，但3000是在很后期的时候才注资的。目前加上它的涨幅是涨了6149，就涨了80.74%，目前收入组合占比是28%。第二个组合是这个 Steven Crisis 的，这个原本是7080，这个组合是没有注资，涨了55.37%，涨了43.62%，目前冲上到了这个目前的投组比例是34%。第三个就是这个 SP Silo 这个组合，原本是11665，有注资了多少？1150，涨了4250.63%，也就是涨了37.62%，就会到目前这个 SP Silo 是15551，好，涨了38%，这是目前投资组合百分比的状况。那至于我会不会做再平衡，我目前想的应该是不会做再平衡。我想说明年1月的时候再来做再平衡好了，所以投组的占比就让它持续的扩展。我可能有资金注入，我可能会按照一个比例投进这3个投组 ，DCA 跟 BDD 会持续的投 SP 才有投组了。借我10秒供上一下，我的每支影片下面的描述栏都有放我自己目前在使用工具的专属连结。如果大家有用这个专属连结注册的话呢，你和我都可以拿到一点点的小优惠，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讲我投资组合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我的投资计划，我会定期 DCA 跟 BTD 去买 SP 差。但原本我这个 DCA 的时间是定在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五。结论定这种奇怪的时间，重点就怎样？你会忘记，我中间好像忘了1次还2次什么的，反正就是没有准时。所以我现在打算跟大家改到跟我自己那个工作的发薪日一样，改到每月的1号去做 DCA。BTD 一样就是跌1% 的 SPY， 我就会进去买，单纯调时间而已，所以这应该影响不大。这是第一个调整。好，那第二个调整就是我 Always Select 投资组合，我会改成每月1号去做再平衡。再平衡会按照一个比例，就是这个40、30、20、10% 去投入4档股票，所以是目前的投组可能会做稍微的修正。现在是有几档 NU 跟 SanDisk、TSN、LIT 跟 NXL， 目前是5档，这个比例可能也不是按照目前的比例，之后我会调成这个比例。6月1号，我明天就会进行调整，我具体会调到哪几档股票，大家可以猜一下。那至于为什么我要做每月1号再平衡的这个调整，因为我觉得这美股产业的轮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这个组合比较偏打进攻的，所以必须要频繁的一点去做调整，去追目前产业的资金轮动到哪几个产业，我可能要去追逐一下，所以我打算做每月1号再平衡。好，再讲我要调整我 Always Select 目前的持股，要先了解我刚说到什么。我要做再平衡是因为我要追逐美股的产业资金的轮动，然后美股产业目前资金轮动我会分别排名一下。目前我觉得第1名到第4名的产业有哪一些？那我们先一个个揭开好了，这样比较好玩。那第一个就是 Tier 4第4梯队的，大家可以猜一下，目前第4梯队，我觉得美股产业第4梯队是哪一个？大家可以猜一下，答案是能源。对，我觉得能源很多人现在可能看得很重，说能源可能排到第2咯，没有，我还是觉得能源资金轮动目前还没轮到能源。我觉得整个 AI 的循环呢，能源应该会在最后才去炒这个能源，等到前面这3个都不行的时候。那第2个 Tier 3第3梯队，大家我们要猜一下，第3梯队的答案是资料传输，就是我目前讲的光通讯或是一些什么的，这都算是在资料传输。我觉得这算目前的炒的第3梯队。那第2梯队大家也可以去猜一下，第2梯队是什么产业？公布答案。第2梯队我觉得是 CPU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少去关注到。我有发一个 AMD， 目前我有持有 AMD， 我有发一支影片，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把那个影片放在这里。AMD 我是推荐的，因为我觉得 Tier 2应该要摆在这个 CPU。目前美股的产业资金轮动，我觉得第2名在炒这个 CPU。那第1名大家应该也猜到了，第1名就是资料存储，美光 SanDisk， 这也是我目前最大一块的持股，也都真的有从上面拿到一些收益，所以这是我目前觉得目前美股产业排行，如果有在投资美股的，应该要按照你是进攻型组合，应该按照产业去分配你的持股。好，接下来再回来讲，那我根据我目前对美股的产业资金轮动的排行，接下来再来讲我这个组合究竟会把这5档股票换成哪4档，我分别会按照这个10、20、30、40这个 percent 去分配我的持股。好，那我们现在讲 10%， 大家猜一下吗？刚我说什么能源，第2什么资料传输，在2个后面呢，所以公布一下答案。目前我 10% 目前会放在 MXL， 目前是已经买了 Entile， 我是已经有买1000了，目前可能会再调整它的持股比例的部分。那 20% 的股票是哪一档？大家要猜一下，答案是INTC。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一直没注意到的，我有买 AMD， 但我没有买那个 Intel。所以我觉得 CPU 目前炒得正火热，我觉得我可能也要来参与卡。这我觉得发现资金的轮动 ，AMD 跟 INTC 是我发现目前这 CPU 不能去错过。那接下来换第30% 跟40% 呢？30% 大家要猜一下吗
30% 目前的持股会是 SanDisk 一样没动，一样非常看好存储。那第一名，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我也不用再另外去讲，因为我一直在频道都有说了，产业第一名资金轮动是什么？资金目前还是在炒什么？资料存储，所以第一名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猜到了 MU 还是我目前最看好的公司，所以我会按照这个40、30、20、10去分配我的持股。那所以我头组有2档会被砍掉，第一档是这个 LIT， 第二档是个 TSN。那你就会说奇怪 ，LIT 不是也是资料传输吗？为什么你不买 LIT 要去买 NXL？ 这就要讲了。LIT 我觉得我蛮衰的，我在哪里买进？我在这里刚站上20A 的时候买进，结果你看前面几次都有站上，对不对？在这一次直接跌破20A，目前也均线也变成负斜率，这个均线之后往上爬，所以我觉得它目前可能会变成20、60之间来回波动，可能要调整一下，后面才会再上去。但如果你说会不会需要卖，我就觉得如果你看比较长期是可以不用卖的，但是我刚刚说我这个头组是怎样，我要打的比较偏 aggressive， 所以它现在基本上就在支撑上，你不要动，拿着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卖了，它可能也是会涨到这里再走，但我目前还是想把多一点的资源拿去炒什么？去炒这个 Intel， 拿去放在 Intel 上面，我觉得它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好，那所以这个 LIT 暂时会被我搁置一下。第二档是什么？这个 TSN 那么强，为什么要卖？原因就是我觉得 TSN 它也没有在目前的产业轮动最上面的趋势，它会不会涨？我觉得它还是会涨，但它可能涨得会比较慢一点。我说我这个组合要打进攻 ，TSN 目前的市值可能有点大，资金要拉没有那么容易，我想要把它一样放到 Intel 多一点。好，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持股这个 RWSLEC 目前会变动，明天6月1号应该就会进行调整了。好啦，那以上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了。我有讲我自己的投资组合，目前那3个是怎么样去做调整，还有一路以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投组到现在这个绩效目前是多少。我也非常感谢最近频道蛮多观众也都有在积极的发问，也有蛮多观众来参与直播，我是蛮开心的。我还是觉得跟大家有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有成长的部分。最近我的影片风格也有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好啦，那一样接下来是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我一样会在我的频道进行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那个时间参与我的直播来提问。而如果没有时间，在每一支影片下方的留言，大家去提问，我也是会一一来看来回答的。最后也是要感谢最近大家非常的热烈加入我的会员，我的会员有什么优惠，大家也是一样可以去看这一支影片。好了，那今天就讲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